中国上诉联合国，美国卫星2次差点撞到中国空间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过去美国有做过怎样类似的事儿？中国需如何应对？根据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官网日前公布的信息，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分别在7月1号和10月21号实施了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卫星的防御性碰撞规避限制。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致以普通照会，通报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行为对中国空间站上的航天员的生命健康构成了威胁。而这一简短的资讯却包含了不少信息，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新闻。中国空间站组合天实施了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卫星的预防性碰撞规避控制。说人话就是中国空间站为防止和美国的星链卫星撞上，启动了紧急避碰。要知道，卫星的轨道高度一般是不同的。根据报道称，美国的星链1095卫星一直是在平均高度约555公里的轨道上稳定运行。但奇怪的是，在5月16号到6月24号期间，美国星链1095卫星持续降轨机动至平均轨道高度382公里，然后一直在这轨道高度保持高度运行，这意图就非常明显了。果不其然，7月1号，该卫星就和中国空间站出现了近距离接近事件。对此，美国星链卫星依然无动于衷，还是中国出于安全考虑，主动实施了紧急避碰，才规避掉了风险。无独有偶，10月21号，美国换了一个卫星星链2305。再次与中国空间站发生近距离接近事件，中国再次主动实施紧急避碰。据环球时报报道，2次的近距离时间，中国空间站内部都是由宇航员值守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稍有不慎就会对中国宇航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美国前不久还在造谣渲染俄罗斯太空碎片威胁国际空间站，转头自己的卫星就开始真正的威胁中国空间站。值得注意的是，7月1号的星链1095卫星在降轨发生近距离接触事件后就脱离了卫星轨道，这很有可能是一款准备退役的卫星，在自动脱轨模式下对中国空间站产生了威胁。而10月21号的星链2305卫星在近距离接触事件后又重新返回了原先固定轨道，这一点就十分奇怪。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到底想做什么？航天领域的专家黄志成于27号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卫星的2次降轨，其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增强星链卫星在局部地区的通讯性能，并且据了解，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在计划着在平均轨道330高度部署一大批卫星。此次的行为是为了探测中国空间站的太空感知能力，调查中国空间站是否能够确切地掌握美国卫星的行动轨迹。这一点对美国很重要，因为中国今年发射了第1个空间站，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种威胁。早在1992年，中国政府就制定了载人航天工程3步走发展战略。因为空间科学研究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人类健康方面可以作用于培育优良物种，探索疾病机理，研发生物药物；工业方面可以作用于揭示物理化学的过程规律，改进研发先进的生产材料，推动国家工业技术的进步，同时可以促进新型清洁能源的开发，改善地球环境。所以空间站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重要战略目标。目前的中国空间站还是一个雏形，被命名为空间实验室，是开展空中实验活动的载人航天飞行器。今年的5月份，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完成在轨测试验证，并在10月16号完成了神舟1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的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至此，中国空间站开启了有人长期驻留时代。而中国空间站的建成，标志了从现在开始，外太空存在2个空间站，一个国际空间站，一个中国空间站，这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中国航天技术在一步步的迎头赶上，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也破坏了美国的航天大计。这也不是美国第1次在外太空碰瓷他国。在2019年，美国的星链44卫星就曾迫使欧洲航天局的神风地球观测卫星紧急改变轨道，跟此次事件一样，通过降轨来发生近距离接触，造成碰撞风险。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施巴赫曾经就在公开场合表示过，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太大了，以至于监管机构或竞争对手很难追赶上。
约瑟夫甚至敦促欧洲大陆领导人停止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主宰太空经济的野心提供便利，并警告称美国正在制定太空规则，截止到今年，共有约6542颗卫星环绕地球飞行，其中3372颗为活动卫星，3170颗为非活动卫星。迄今为止，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就已经发射了近2000颗卫星，而星链计划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推出的一项通过近地轨道卫星群提供覆盖全球的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虽然这家公司是民营公司，但与美国政府和美国航天局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星链计划的宗旨就是开发出全球互联网卫星系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本的计划是在2020年的中期之前，在3个轨道上部署接近12000颗卫星，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实现。但这并不妨碍其发射了全世界最多的卫星。可以说，整个地球都在美国卫星的包围之内，足以看出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野心。但如此大量的发射问题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那就是光污染、太空垃圾和密集的卫星造成的碰撞风险。天文学界此前就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进行了点名批评，认为其发射卫星的计划会导致可见卫星的数量将超过可见星的数量，并且它们在光学和无线电波长上的亮度都会严重影响科学观测。并且由于星链卫星可以自主改变其轨道，因此无法安排观测时间来避开星链卫星。同时，太空垃圾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数千颗卫星放置在轨道上会产生长期垃圾风险。对此，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给出的解决方法是，失效卫星会在几年内脱轨，然而碰撞的风险不可避免。这也就是这次7月份星链卫星碰瓷儿中国空间站的原因。19年的欧洲卫星紧急改变轨道也是这个原因。这一方案并不能有效地减少太空垃圾，相反会大大提高卫星碰撞的风险。当然，这也不是美国第一次计划对外太空布局了。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曾经向太空中发射了4.3亿枚童真，为的就是稳定美国的无线电通讯技术。这计划被称为希福特针计划。该计划目的是将大量能够起到良好反射作用的铜质天线发射到太空轨道中，人为的在太空制造一个环状真云，给稳定无线电通信。但美国根本没有想过造成的后果。4.3亿童真给太空增加了数量巨大的细小天空垃圾，给未来的人类航天计划制造了不小的麻烦，遭到了全球多方的反对，并称希福特针计划为玷污了宇宙的行为。但美国可不管这些，只追求利益至上。中国航天领域发展迅速，美国肯定会动手阻挠。这2次的碰瓷儿事件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开端。但如果未来美国依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中国不建议拿出激光武器对准美国卫星，